卫星影像拍到的真的是097核动力攻击潜舰吗？除了讨论中国潜舰发展之外，也把焦点放在新一代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巨浪3上。不少媒体认为，未来中国的海基核力量将有能力对美国本土形成更大的核威慑，甚至出现美国全境都在射程之内的说法。今天要一起分析3个重要问题：第一，到底是不是097？第二，巨浪3的战略效益；第三，美国与印太盟友的因应调整，到底是不是097？其实中国大陆的核潜舰91、92是一代，93、94又是一代，95、96又是一代，到底是不是097？那目前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像譬如说，现在中国大陆正式对外已经公布，它有093核攻击潜舰、094核弹道潜舰，那095、096相对来说就在发展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097究竟是虾米挖沟？目前93、94已经正式对外公布，所以合理的推测，中国大陆一定在开发095核攻击潜舰跟096弹道飞弹潜舰，应该可以称为解放军目前第3代的核潜舰的这个队伍。那这个时候097到底是真的有呢，还是下一代的东西提前被拍到呢？我个人倒是认为，有可能是现代战场最重视的就是情报保密。因为一旦身份资讯外泄，就可能成为敌方锁定的目标。我们平常上网其实也是一样，很多网站在注册、下载资料或参加活动时，都会要求留下电子邮件和个人资料。这些资讯一旦被外流，往往就会收到大量的垃圾邮件，甚至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啊！推荐 Surfshark 能隐藏你真实的 IP 位置，减少网站或第三方追踪你的上网行为。其中一个功能就是 Alternative ID。它可以帮你建立替代的电子邮件地址和个人资讯。平常注册网站、参加活动或下载资料时，就不用直接留下自己常用的 email。这样一来，不但能减少各自外泄的机会，也能够有效降低垃圾邮件和诈骗信一直涌进主要信箱的困扰。如果哪天收到太多垃圾邮件，直接停用这组替代身份就好，你原本真正的信箱依然保持干净。它内建的 Clean Web 功能还能协助阻挡广告、追踪器以及钓鱼网站，降低误点恶意连结的风险。如果你也想提升自己的网络隐私，欢迎点选影片下方的资讯栏连结 surfshark.com/ismart， 或在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ismart， 可以多获得额外4个月的 Surfshark 服务，让你的网络生活更安心。那这个时候097到底是真的有呢，还是下一代的东西提前被拍到呢？我个人倒是认为，有可能是095型的核攻击潜舰的原型舰啊。为什么会说是095这个原型舰呢？因为其实以目前来讲，093已经正式对外公布了，同样的094也对外公布，但095跟096目前只能说云深不知处，身在此山中。中国大陆它也必须要开发新的核动力潜舰，而且它也希望能够在下一代的核潜舰之中能够开始大量建造。因为目前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海军跟美国海军，他们目前来讲差距最大的部分就是在潜舰部队的战力。美国海军拥有目前还有少部分的洛杉矶级以及维吉尼亚级，而且维吉尼亚级已经开始建造到第5批次的维吉尼亚级的潜舰，比原型舰的长度已经增强了不少，而且增加了相当多的武装。那所以美国海军的核动力潜舰的部队一直是解放军海军它未来在建设它自己本身潜舰部队的时候重要的战略目标，也就是一定要能够对标美国的核潜舰部队，而且我要能够超越它。这是今天解放军它本身所设计的一个重点，以及它在这个工程计划上希望能够达成的目的。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有人说是097，我个人比较粗浅的认为它可能会是095，而且其实它也跟现代的中国大陆的核潜舰相比之下，有相当多的技术变化的指标。首先是我们看到潜舰的帆照部分卫星照片一经曝光的时候，大家马上第一个聚焦的这个部分呢是潜舰的帆照不见了。如果你对潜舰够了解的话，你就知道目前一艘潜舰上大概最像盲肠的东西就是那个帆照。为什么？因为其实为了要让潜舰能够潜得更深，在水里能够更稳定，整个潜舰它本身是采取这种所谓的压力壳。那这个压力壳里面连接到帆照的部分相当的少，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一艘潜舰这个帆照，或者说我们大家讲指挥塔，
真正在前舰进到水中作战的时候，这个里面是完全没有人的。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压力壳这个东西，压力壳很重要，压力壳一定是个圆柱形的，像雪茄一样的这个东西，所以圆柱形的东西没有办法在上面叠加一个建筑，所以一般前舰的帆照其实呢也是要让老海军的这些人呢在水面航行的时候，能够让自己感觉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能够俯瞰全船，然后看清周边的状态的这样一个部分。其实比较新的前舰在设计上来讲，就已经有帆照这个东西到底还要不要存留的这样一个辩论。因为其实有帆照出来的话，很大一个程度，它其实会形成噪音发生的区间哦。因为你看，通常一个帆照在类低型的舰体上，第一，它增加了这个阻力的来源；第二，它增加了噪音发生的这个可能性。因为你有这样的东西在水中航行，水流经过这个帆照的这个表面，一定会产生摩擦，会产生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帆照一定会多多少少造成你本身竞速性的破坏。所以其实长年以来一直就有一个辩证，认为说前舰到底需不需要帆照？所以未来的中国大陆的095或甚至于传闻中这个097，它不放这个帆照，相对来讲，其实对它前舰的航行的竞速性提高的这个功用，大概到95到100分贝，也就是接近这个自然背景值。那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算是首先尝试的 X 型尾舵。虽然说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的前舰，包含像美国的这个前舰或是日本的这个前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海鲲号，都采用了所谓的 X 型的这个尾舵。因为 X 型尾舵它本身在舰体的水下操控性来讲，比传统的十字舵要小。你不要看这个 X 舵只把这个十字舵调整了这个45度，但是也代表就是它整体水下控制的复杂度大幅提升了。因为原本你一个十字舵，你控制俯仰跟左右，基本上你只要单边动就可以啦。但是如果是你看 X 舵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所需要动到的这个舵面就更多。但是由于它本身是 X 舵，它要调整航向的时候，它动到这个舵面角度就会比较小，因此它产生的噪音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低一点。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为什么大家新的这个前舰都要采用这个 X 舵，原因就在这里。那另外，中国大陆现在开发的新型的这个弹道飞弹前舰，也就是096，它未来会使用什么飞弹呢？前一阵子我相信其实已经给出答案了，也就是中国大陆对于南太平洋的深处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飞弹，舷性是所谓的巨浪3。为什么你说要这个具有这个巨浪3呢？因为巨浪3的射程其实比过去的巨浪2的射程更长。巨浪2普遍大家认为它的射程大概差不多是80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如果094带着巨浪2要能够真正的威胁到美国的领土，它一定必须要突破第一岛链，而且甚至要突破第二岛链，才能够到中太平洋的这个地方发射这个飞弹，才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全境。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反潜兵力其实建构的非常久，打从前苏联时代美国就在跟苏联的核动力潜舰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玩猫捉老鼠的这个游戏，所以其实美国的反潜能力，特别再加上跟日韩还有包含澳洲等等，透过水下听音阵列，然后呢建立一套非常完整第一岛链的水中听音设备。西方情报界普遍都说094本身有噪音比较高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如果今天094真的要带着巨浪2进到第一、第二岛链之间，甚至越过第二、第三岛链之间的中太平洋发射巨浪2型的弹道飞弹，其实是有一定程度难度，也就是你要能够突破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美国以及美国的盟邦在这边所布下的反潜的天罗地网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在巨浪3跟096搭配上，产生一个叫堡垒战略。这个堡垒战略怎么一回事呢？它就会运用类似像渤海或是南海。由于巨浪3它本身的射程已经能够达到13000公里，从渤海发射或从南海发射，它的这个射程都能够涵盖到美国全境。也就是说，我要让我的核潜舰藏在一个你抓不到的地方，但是又能够打到你全境，所以也就是大幅提升中国大陆第2级成功，也就是所谓的核报复的这样的能力。所以也就是说，它根本不需要再冒险突破第一岛链，甚至于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它在自己本身所能够控制的海域，包含像南海或甚至于渤海，然后发射这个前射这个弹道飞弹之后呢，就可以射向13000公里，整个范围涵盖美国全境的这样一个发射的这样一个部分。特别像渤海，基本上中国大陆已经把渤海作为一个内海，虽然说它的深度并不深，普遍并不深，但是整体来说，由于外军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进到由这个辽东半岛跟山东半岛所构成的这一条中国所宣称的这个内水线，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的前舰今天在渤海海湾里面
发射的话，西方的反潜的作业跟能力啊，是很难把自己的能力伸进渤海这个海湾里面的。所以也就是说，巨浪3搭配了未来096，对于美国构成的这样一个核威慑，或是保证报复，其实是非常非常确信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虽然说今天保证报复跟相互保证毁灭，也还是有一段层级的差距哦。因为其实以美国来讲，美国今天它在我们录影的当下，它就有2艘战略核潜舰，分别大概至少携带16枚3叉戟洲际弹道飞弹在太平洋跟大西洋中间进行执勤，它总共所能够发射的弹道飞弹数至少有30余枚。但是并不代表，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潜舰在渤海或在南海里面，那这些在巡弋的美军的弹道飞弹潜舰能够把对方消除掉。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一旦双方爆发了核子冲突，那这个时候在渤海或在南海内的096的这个潜舰带着巨浪3，它就有能力对美国构成一个绝对报复，也就是你今天攻击我，我就一定能够报复你这样的形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中国大陆借由096跟巨浪3，它最大的获益点呢，就是它获得这种所谓的第2级的这个能力。中国大陆它基本上是完全对外所宣示，它不对任何国家率先使用核武器。因为其实你在国际上来讲，如果我说了我对你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你就不能够用核武器来对付我。但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国家跟中国大陆发生的军事冲突，一定要用核武器攻击它的话，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运用核武器进行反击，这就是所谓的第2级能力。也就是中国大陆一定要确定它自己本身的这些核弹道飞弹，第一比如说陆基的东风5，由于东风5的发射井等等，基本上全部已经是由其他国家所标定。真正如果说对中国大陆进行第一波这个核压制的话，一定是把东风5这些飞弹发射井全部标定并且摧毁。然后另外呢，也要对中国大陆的包含像东风41、东风31D 等等这些长程的或洲际的机动弹道飞弹，要能够精准的掌握它的位置，而且也要在它发射前就要能够将它摧毁掉。那陆基的飞弹相对来说，你要能够完全的压制，也并非能够说是完全不可能。当然，你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跟成本。但是在海中躲藏的弹道飞弹，其实不管是美国或俄罗斯或是中国大陆，都把它视为一个战略反击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说，我今天对你有这个战略核武力反击的能力，所以你不敢对我轻举妄动。同样的，中国大陆今天随着096跟巨浪3，也让它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就是它具备了非常可信的核报复的这个能力。而这个核报复虽然或许它的弹道飞弹弹头的这个数量跟弹道飞弹的数量还没有办法让美国彻底的摧毁，也就是还达不到相互保证毁灭的境地，但是即便能够对你提出一个可信的报复的话，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压力很大的一个部分。让他如果今天面对跟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进入军事冲突的这个阶段，他就必须要思考再三。因为如果一旦进到这个军事冲突，那这个时候冲突就很有可能失控，进到核战争的这个情况。那进到核战争，如果今天美国对中国大陆发射了核武器，那中国大陆也会对美国发动巨浪3加上核潜舰的这个核报复。那这个双方其实都是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状况跟场面。那当然，你说对于美国面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巨浪3以及096核潜舰，或甚至部分094就具备发射巨浪3的这样的能力，美国跟美国盟友来说，区域联防就变得更为重要。美国就会极度的仰赖跟倚重在西太平洋地区各种长程预警雷达。因为长程预警雷达它本身是第一个，它能够侦测到潜舰或者说各种的弹道飞弹发射这个部分。那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美国由于长期就把它的反潜的这个重点，特别是它的反潜巡逻机等等，都非常侧重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那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些反潜巡逻机，包含像美国、韩国，还有包含像澳洲甚至连新加坡也即将购买美国的 P8 反潜巡逻机。那甚至印度也买了这个 P8 反潜巡逻机。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西太平洋，现在这一系列这个美国这个盟国都配备了 P8 反潜巡逻机。那另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日本，虽然它不是用 P8，是用日本自己开发的 P1，但是它的整体的反潜的这个作业能力也是会跟美国加以链接，而且呢跟美国会进行一个协同作战。那另外，其实呢美国在这个区域里面，它在沿着这个第一岛链日本到这个琉球群岛，它其实就部署了这种所谓的水下听音阵列。那未来它如果强化升级它现有的水下听音阵列的话，那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核潜舰来说，要能够完全隐匿无踪的越过这个岛链，或在这之中进行活动，都有可能会被侦测到。因为水下听音阵列它不是只听我周边的这个情况，水下听音阵列可以透过各种这个科学的这样的方式，对于极为远处的水中的声响
都能够进行侦测。像譬如说1968年的时候，美国海军有一艘潜舰呢，叫天蝎星它是一个早期的核动力的这个攻击潜舰，它在亚速群岛附近失事的时候，最后确定它失事了是在美国部署在大西洋中央的天鹰阵列录到了当时水下2声的一个爆炸声。确定了天蝎星号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这个位置，以及要沉没这个地点。后来就到发出爆炸声的位置之后去找，还真的在海床上找到了天蝎星号这个残骸。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今天美国的水下天鹰阵列在上一个世纪就非常可靠。那在这个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那自然而然的它水下侦测性能又更加的优异。所以对于解放军来说，如何能够要提升这个射程以及让它的潜舰不要被美军的水下天鹰阵列所能够侦测到，成为解放军的水下核战略打击部队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透过包含水下天鹰阵列、反潜机的部署，还有包含雷达预警系统，整体来讲还是可以建构一个完整的反潜射洲际弹道飞弹的这样一个反制环。你的看法是什么？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别忘了订阅、斗内加入会员。我们下周二晚上8点再见。